这几个监控居然能让我足足维修2天，他们线是这么走的，这样走的，还有这样走的。我实在没想到3个师傅这么狗，留下这么多坑在跑路。这个插排居然是这样反向供电，要不是小胡我多看一眼，没准真的被他给送走了。这期维修的麻烦程度，搞得我回去看这堆素材都不知道从何讲起了。接下来就让你们见识一下3个师傅究竟埋了多少坑吧。当时我随着包叔公来到了12楼的监控室，我想着修监控嘛，觉得这几个监控花不了我几个小时。我过来之前就几百块钱答应了下来，没想到答应下来后，这下真的把我折腾够呛了。开始我来到录像机跟前，打算看看通道的时候，他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，这个画面直接就卡住了。鼠标和画面可以动，但是这个界面就被定格住了。录像机也发出沙哑的声音，告诉了我，老兄，我快不行了，赶紧让我下岗吧。但是他这么一直卡的也不是一回事，我当时只能拔电重启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拔电重启后，我操，全部画面居然都没了。玩的，我可啥都没干了，我就拔了个电而已。我一度怀疑他们之前会不会找了一圈师傅，见到这种情况都没个愿意过来维修，就找到了我这个倒霉蛋吧。当时我在想着要不要跑路的时候，他居然又自己恢复了。既然答应了人家，那只好修咯。我先从这网线开始下手，这条网线是传输监控信号进来的。我顺着网线一路下来，发现它是接在这个交换机上的。我通过看交换机上面的灯，只有4号口和5号口的灯是正常工作的。4号口的网线是接在录像机上的，其他的网线是干嘛的，我目前还不清楚。至于5号口的网线，很明显它是负责8个监控的信号的，因为整个交换机上只有它和录像机的线是正常的。我拔了它，再上楼看了一下，8个画面果然全部没了。那这条线就是传出8个监控的主线了，但是它这是通向哪的呢？我只能用寻线仪来找了。当时我看线是通向楼下的，于是我打算去11楼的热电枪碰碰运气。没想到的是，这线居然是接到11楼的交换机上。当时我就有了不好的预感，要这么推算下去的话，该不会是11楼的交换机又接到10楼交换机上吧？我马上拿寻线仪来试一下。结果真的是11楼又接到了10楼，10楼再接到了9楼，这样一层一层接下去，好家伙，难怪3任师傅会跑路。这种情况，只要任何一层交换机出了毛病，监控都得挂呀。最后我一路找到了2楼，才找到了这个真正的监控交换机。原来所有的摄像头的线路都是汇聚到这里的，再由这里统一传到12楼的主机上的。这个交换机我看了下灯，确实只有8个监控正常。这下搞清楚他们的线路走向，那维修就容易多了。所有的摄像头都是通向这里的，我只要保证他们的线路通了，就可以修好了。但是你真的以为上一个师傅留的坑就这么点吗？维修第一个监控就让我吃了闷亏。我上去用设备对线的时候，发现只有1、2、3、6的灯亮。按理说它另一端接到 PoE 交换机上，1号、2号的灯应该是这样亮才对啊。经验告诉我，它肯定没有接到2楼的 PoE 交换机上。但是我还是去了2楼苦寻一番，找了半圈，确实没有通到这里。我只能回到1楼，好在我能顺着网线一路跟到这里，发现这里有一个交换机，我用设备对了下，那条网线果然是插到这个交换机上的，这就迷之操作了。这交换机不具备 PoE 功能，你插上去，摄像头它也不会通电啊，我搞不懂它这样接的意义何在，这不是糊弄人吗？线没有通上2楼的 PoE 交换机，这种情况，小胡我只能被迫帮他们重新拉一条线，解决这个摄像头问题了。大伙也别纠结我这个布线工艺了，他们全部的线都这么乱了，我想整齐也难了，咱算是入乡随俗了。就这样拉一条线到2楼，就修好了这个监控。接下来到第2个摄像头了，我用寻线仪对了下线，显示网线的3号芯断了，那这种最好维修了。这里我补充下一个知识点，网线分8芯，其实现在的 PoE 设备只要1、2、3、6芯就可以通电使用了。我这里3号芯断了，那么我用其他正常网线的位置和它换一下就行了。但是我没想到3个师傅这么狗，我到现在才发现他打的水龙头居然毫无规律可循，这明显是坑下一个倒霉蛋做准备的。更狗血的是，因为网线质量做的太差，我即使调换了位置，摄像头也无法正常通电。这趟真的是亏到姥姥家了，能怎么办？我又被迫重新帮他们拉了一条线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到了第3个摄像头就更厉害了，居然是模拟摄像头。
我太难了。趴着安装这个摄像头的时候，小胡我还在读小学呢，这个真的没有任何维修意义了，这种只能换新的摄像头了。得了，过来维修监控，变成帮他们安装监控了，你说我亏不亏？至于后面剩余的摄像头，别提了。我用设备测试，都是网线不同程度的断芯导致的。因为当初那个师傅的网线是这样从楼上垂下来的，这样日晒雨淋能不坏吗？这可是我的底线了。虽说维修变安装有点亏，但是答应了人家，我们就要把事给他做好。我可不能像那个师傅那样把线抛下去，我所有的网线一律走了室内。为了避免监控和录像机跳了那么多层交换机，我也从12楼拉了一条网线直接到2楼的 PoE 交换机上。这样的话，监控不知道比先前串联的线路稳定了多少倍。可以啦。好了，大伙说我这期亏了多少？这一期是来解决办公室网络卡顿的问题。他们总共有4层，主路由放在1楼，然后每一层都有个路由器放在弱电箱作为 WiFi 使用。这路由器上面的网线是通到每个房间的办公区。他们网络具体卡的原因，那我就先抓包分析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通过网络抓包，可以很好的分析目前网络的状态，这样就可以快速解决网络故障。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我要是这样抓包诊断网络的问题的话，那群经常在我评论区的优越党以后会不会不来了？要知道我有1半的流量都是他们给的，这可不行。于是我关闭了抓包软件，还是用我的土方法来检测网络。我先来到1楼的主路由测下网速，毕竟这里是所有的网络源头，要是这里已经卡了，那楼上就更别说了。检测网络不需要什么技术，随便打开个测速软件，直接测速就行了，够简单吧？他们办理的是500兆的宽带，我测速的结果是500兆多一点，那源头的网络是没问题。那下一个步骤是查询电脑目前的 IP 地址，查询的方法是右下角点击右键，打开运行对话框，输入 cmd 召唤出 DOS 界面，输入这个命令。这个命令我就不读了，小胡我普通话都不标准，上次用英语读出这个命令来，被他们笑了1个多月，我现在还记得这件事呢。输入完后，它会显示我们电脑的 IP 地址和其他信息，我们只要看它默认网关就行了。我们找到默认网关，它这串 IP 地址就是路由器的后台了，我们只需要记得这个就行了。至于为什么要记得，我后面再讲。我发现路由器旁边还有个 PoE 交换机，上面的线路我目前不知道是干嘛的，我暂时先不管它。然后我来到2楼测下网速，看看它网速到了2楼有没有衰减。一样，先打开测试软件，点击测试。测试完后发现网速来到2楼也没有任何的衰减，那就继续下一个步骤，打开 DOS 界面，输入刚才的命令，找到默认网关，然后记录下来。因为我想知道2楼的网络是1楼负责的，还是经过这个2楼的路由器中转后再提供的，这个很重要的。查询发现2楼的默认网关是1楼的，那这就代表2楼的路由器不负责地址转发，所有的工作量还是靠1楼的路由器负责。接下来我们去3楼，一样测试网络看看有没有衰减，然后查询3楼的默认网关是多少。经过宽带测速，网络没有任何衰减，到3楼一样500多兆宽带。查询网关的结果发现3楼还是属于1楼的网关，那么3楼一样是由1楼的路由器直接提供网络，2楼和3楼的路由器没有做任何地址转换。就这样测到4楼的时候，我发现网速从500兆掉到了100兆，那肯定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。我看到有根网线上面写的主线，想必这个应该是负责4楼的网络主线了。我用它插在电脑上测速发现，居然也是100兆，没理由啊！4楼的网络怎么衰减了这么多？我也看了这网线，这线是打8芯支持千兆网络的啊。我只能用测镜仪来测试下它是否断芯了。我接上去的时候发现1和2灯居然亮了，这种情况肯定是令头插在 PoE 交换机上了。大伙还记得1楼有一个 PoE 交换机吗？还是100兆的 PoE 交换机，应该是4楼的主线接到了这个交换机上。为了验证我的想法，我下楼找到这条线对一下就知道了。由于我在4楼拔了线，我通过看交换机上面哪个接口的灯不亮，就顺利找到了这条线。我用寻迹仪对了下线，4楼的网络只有100兆的原因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样。这下我就搞明白他们整栋楼的所有线路了。1楼主路由器上面的3根蓝色线，应该是分别负责1楼、2楼和3楼的网络。至于这灰色线，接到了 PoE 100兆交换机上，再传到4楼，这就导致4楼只有100兆网络。好了，到这里我已经知道他们网络不好用的原因了。但是我一路上看见他们的路由器挺多的，比如这里、还有这里，所以我还要考虑这些2级路由器有没有释放 IP 地址出来。
扰乱整个网络。这种情况抓包1分钟就能知道了。要实在不会抓包的话，那我们就打开 DOS 界面，输入这个命令。这个命令是让你把电脑的 IP 地址还给路由器。这个时候你电脑没有 IP 地址，会直接断网。然后再输入这个命令，向路由器要一个 IP 地址，你电脑又可以上网了。如果你输入了这个命令，电脑仍然不能上网的话，那么这个网络内就存在某个路由器干扰网络的情况，而且这里的默认网关也会显示出那个干扰网络的路由器后台 IP 地址。不过我这里是正常的，但是不一定能排除没有干扰路由器，因为这个方法缺点是只有50%概率能测出来，所以要重复操作几遍。小胡我为了节省时间写了一个脚本，我只需要输入次数就行了。我这里让电脑运行15次该命令。如果15次还没出现其他网关的话，那么这个网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经过15次的检测，确实没有干扰网络的路由器存在。好了，经过以上的综合检测，我已经完全确定他们网络不好用的原因了，那就是这个主路由器带不动这么多人同时上网。我在网上查了下它的参数，有效待接量也就10来个人。我进入它的后台一看，连接的设备数量居然有28个，这个远远超过了这个路由器承受的范围，所以这种情况只能换企业路由器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即使换上了企业路由器，也只能保证他们有线网络的稳定，并不能保证他们无线网络的稳定性，因为人家预算有限的缘故，没有采纳我的 AC 加 AP 方案。不过这样的改造也足以让他们网络大幅度的稳定多了。好了。